刘老师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去上大学。太好了！你之前说的把读书名额让给表弟，老师啊，还为你感到不值。这可是国内最好的学校，怎么能为了娶苏运仪而放弃了自己的前途？你终于开窍了。我不去学文，我要去国防大学的解密专业。国防大学的解密专业，解密专业情况极为特殊，必须清除身份，隐姓埋名。你跟家里商量过吗？不用商量，我可以自己做主。就是因为报恩，从小到大，所有的好东西都被父母要求让给表弟。这次为了抢走我的读书名额，父母逼迫我，就连我的未婚妻苏运仪都愿意用领证的条件来换表弟的前途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了。家人，我也不要了。跟学校说清楚了吗？说清楚了，不过不是按照你的要求，将读书名额让给陆少琛，而是去了一个你找不到的地方。表哥，你看，姐姐给我买了好多好东西啊，有新衣服、新鞋子，还有这个新的收音机。姐姐说，到了学校就不会被人瞧不起了。这是奶奶留给我的礼物，也是我送给苏运仪的定情信物。苏运仪竟然能把这么重要的东西送给陆少琛。少琛喜欢，我就送给他，反正都不是什么值钱的玩意。等我跟你领证以后，给你买更好的。视而珍宝的东西，在你手上微不足道，你不爱我，所以不会姐姐，表哥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是不是怪我抢走了他的名额？我不该抢别人的东西，都怪我，我活该没人要。少琛的家世已经很苦了，你什么都有，为什么还要跟他争？少琛乖啊，他的名额肯定是你，不会有人跟你争的啊。为了报恩，我已经把一切都给了陆少琛，难道非要我把命也给他才行吗？你自己走回家，好好反省，想通了以后给少琛道歉，不然我是不会原谅你。我什么都没说，什么都没做，但什么都是做的。苏运仪送我的这颗奶糖，我一直都舍不得吃。她说如果我感到难过就吃它，生活会甜一点。但现在奶糖已经变质，就如同苏运仪的爱变成了垃圾。偏心的父母，变心的未婚妻，我通通都不要了。快吃，来，尝尝这个，这菜好吃，请还多吃点儿。哎，坐下吃饭。从小父母就说，表弟长身体需要营养，所以将最好的东西给他，逼着我入出做官，却忘了我不过比表弟大半岁，也需要营养。这是你最喜欢吃的菜。妈，我对鱼过敏，爱吃鱼的是表弟。跟学校说清楚了没？把读书的名额让给你表弟，反正你学习好，明年还能再考。到底跟学校说了没？你欠你表弟一条命，把名额让给他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我怎么生出来你这么个不懂感恩的儿子？你要是没把学校的事给我处理好了，就滚出这个家！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就因为小姨夫救了我，我变得一直忍让，从刚开始的玩具、衣服，到父母的疼爱，就连未婚妻都不要我了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宁愿当时被淹死。大姨、大姨夫，你们不要这样对表哥，我看着难受。可能我就不是读书的命吧，不怪表哥。没事儿啊，姨夫呀，让你表哥把读书的名额让给你。等你拿到读书名额了，姨妈带你去买礼物。
你不是想买块表吗？你妈给你买。表哥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抢你的东西，如果你不开心，我马上就离开。满意了吧你？啊！现在你把家里搞得是鸡飞狗跳，赶紧的给少晨道歉。宋叔，十里今天去过学校了，读书的名额已经让给少琛了。这还算懂事儿？既然你表弟去上学，那你就去打工吧，给他赚学费。你记住，这是你欠他的。也是，去打工吧，反正啊，在家也是闲着没事儿。哎呀，这次少琛呐考上了学校，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儿。咱们呢要好好的举办个宴席，给少琛庆祝一下啊！那就在国营饭店办吧，咱们多弄几个。吃凉食，2汤2主食，外加一果盘。领导送你的，再叫上你的好哥们啊！大家一起啊，好好庆祝一下，开开心心的。10年了，我只能睡在狭窄淋浴的阳台，而陆少琛住着宽大明亮的房间，里面摆着各种从供销社买来的玩具和糖果。这个没有温度的家，只会让我压抑的无法呼吸。还有1个月，我就能离开这个没有爱的地方了。说，十里，听说你考上了，不错呀。苏叔叔算是唯一真心对我好的人了。当初苏叔叔为我爸救了一命，就给我和苏韵仪定下了娃娃亲。现在看来，我是让苏叔叔失望了。十里说他不想读书，把读书的名额留给了少琛。领证的事情先不要告诉我爸，还有让出读书名额的事情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你明白吗？为了帮助陆少琛上学，你要跟不爱的人领证，真是伟大。少琛年纪还小，受不了刺激，你还是先不要给他说我们领证的事情。还有，让你给他道歉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表示？我没错，我为什么要道歉？少琛马上就要去报道了，你给他一些粮票和布票，就当是给他的道歉和祝福啊。你觉得我身上会有票吗？有你和我爸妈的宠爱，他会缺这点东西吗？你放心，我既然答应了要跟你领证，就绝对不会食言。姐姐，你真的要嫁给表哥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少琛，我不想姐姐跟表哥结婚，我也喜欢姐姐。少琛，你不要这样，少琛，你不能嫁给他，你只能嫁给我。快来人！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还是少琛！哎呀，孩子出血了，快送医院去！别管！你刚才就看到少琛在旁边了吧？所以故意刺激他，没想到你这么野血。陆少琛那点小把戏，其实稍微用心就能看到，但是却没有人愿意去想，哪怕一刻。苏韵仪送我的所有礼物，都被我当成至宝，舍不得丢弃。但现在，这些都是垃圾。这不是我送你的礼物吗？你为什么要烧掉？为什么我会感觉苏世离要离我而去？礼物发霉了，所以就烧了。
少了也好，反正这些东西也不值钱。我们领证以后，我给你买更好的。我们不会领证，也没有赢。父母偏爱时，苏云一在乎时，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。除了我之外，十里没有其他选择，他不可能离开我的。刚才的担忧，应该是自己多想。你不要整天板着个脸。少琛失去父母，有抑郁症，不能再受刺激了。你什么都有，为什么要跟他争啊？那你告诉我，我有什么呢？你有你爸妈，还有我呀。少琛在医院，现在很痛苦，你去给他道个歉吧。他有我爸妈的陪伴，还有你的照顾，周围还有一队医护人员，你觉得还需要我去吗？你怎么连这点同情心都没有？少琛的抑郁症就是你害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身为哥哥，必须大度点。看来你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，还是我太惯着你了。宋十里，别说我没给你机会，你要是不去道歉，我们的婚事就缓缓吧。陆少琛的病明显是重的，可你们却一个个的假装看不见。十里，你把韵仪让出来，少琛也喜欢她，在医院闹自杀，你是哥哥，应该大度点儿。妈，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你一直说让着洛少琛，我答应了。这些年我让的还少吗？家里任何新的东西，餐桌上的肉，过年的新衣服，我的房间，我哪样不让给他了？书我也不去读，现在你连苏韵仪也要让我让，是不是他说要我命的话，还要我把我的心挖出来呀？爸，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儿子？住嘴！那是你表弟，因为你少了爸爸，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？你爸果然说的对，你是不懂感恩的人。这一次，你不让也得让，否则就不是我的儿子。你呀，原来在爸爸的眼中，我自己过得这么幸福，比洛少琛拥有的多得多。宋十里，少琛现在精神状况很差，我们的领证延迟吧。好啊。为什么？明明是洛少琛诬陷我，爸妈都不相信我，还把我吊起来打，赶出家。跟我回家吧。苏韵仪已经彻底变了，现在说延迟领证，接下来就会违背承诺，到时候我会失去升学的机会，苏韵仪也不会和我交往。十里，你别多想，我答应你的事情，我绝对不会食言。只是现在少琛的精神状态太差了，我不想刺激他。姐姐，你还记得11岁那年，在梧桐树下，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你还记得当时的承诺吗？苏团，医院那边传来消息了，人又再次惨了。我们走。
曾经苏云逸说喜欢有艺术气息的男孩，于是我故意留长头发。现在我只为自己而活，以后要去国防大学锻炼身体，以体现实力。姐姐，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没有。嘿，你先慢慢练，我去喝口水啊。国防大国防大学，你为什么在看国防大学的资料？你说啊！随便看看。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的身体条件不适合国防大学，还不如好好学习，明年继续参加考试。反正你成绩好，肯定还能再考上的。你觉得我还有机会吗？爸妈要求我过完暑假就去打工赚钱，供表弟读书。你觉得我还有时间学习吗？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出去打工的。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，我已经攒够一笔钱，足够让少琛出去读书的。苏云逸，你不但比我让出读书名额，连学费都早早准备好了。不得不说，你们一家人真幸运。只要骆少琛一闹，爸妈肯定会逼着我去打工赚钱，而苏云逸也会像之前一样保持沉默。这段时间总感觉实力有些不同，明明人在眼前，却仿佛下一秒就要消失。十里，你放心，我肯定会嫁给你的，只是时间要延迟。十里啊，这是国防大学解密专业的李老师，这次特意为你而来。李老师好。十里同学吧，我们国防大学解密专业很特殊，属于提前批，所以不需要走正常流程，也没有通知书，是由国防大学的老师亲自接送。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吗？我这次除了接你，还有其他任务。下周一我会来接你，直接去训练基地。好，谢谢李老师。嘿，表哥，你这小破床挺舒服的吧？对了，你有没有看到姐姐好像更喜欢我一点？我告诉你，在这个家里，只要是我想要的东西，都会属于我。所以你还留在这个家里干什么？不如去死吧！表哥，我的好表哥，你说，待会儿你要把我推下去，他们会相信谁呀？啊！救命啊！别杀我！救命啊！哎，快起来来！哎呀，慢点，慢点！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对少琛呢？啊！没想到你心里这么的凶险，因为妒忌，你就想害人是吧？啊！比坏分子还要可恶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。老宋，孩子这头上流血了，你看，少琛你挺住，阿姨带你去医院啊。表哥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你恨我把姐姐夺走，
如果你要我这条命你能开心的话，那我就给你好了，不要再让大姨还有姐姐伤心了。我都说了会和你领证，你为什么还要害少晨？他都已经很难过了，要逼死他吗？像你这种不择手段的人，我怎么会和你领证？宋十里，你真叫人失望！赶快送孩子去医院，走走走。宋十里，你赶紧给我跪下来给少晨道歉！如果少晨没有原谅你的话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明明是罗少晨陷害，我却要被逼着跪下道歉。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错吗？我看你现在的样子也不适合跟我领证，要不是少晨命大，他早就被你摔死了。作为惩罚，我们的领证延迟。为了弥补少晨，我会跟他举行婚礼，又不是真结婚，我只是为了弥补少晨。那就恭喜你了，表弟，还有表弟妹。说完了吗？没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表哥，我跟姐姐的婚礼你会来吗？虽然是假的，但我真的很希望得到你的祝福。放心吧，他不想来的话，我就算是绑，也要把他绑过来。犯过的错，就得需要付出代价。你要是不来，就滚出这个家！我的心怎么这么不安？十里是因为嫉妒而失去自我，我只是不想让他继续再错下去。这次十里如果能吸取教训，说不定还有救。等办完婚礼，我再跟他好好谈谈吧。老伴儿，晚上弄个补鸡汤，好好补补。好，补啊。在你们眼中，无比在乎这个家，也无比爱苏云逸，天大地大，没有我的容身之处，所以你们有恃无恐。还有3天，我就可以离开了。爸妈，苏云逸，我不要你们。自己在这个家的所有东西，就这些洗了没有洗的几件衣服。你爸妈和少晨已经在国营饭店照顾客人了，你跟我一起去。哦，对了，我跟少琛只是走个流程，不是真的领证。我以后还是会跟你结婚的。好啊。为什么十里这么平静？以前只要看到我和少琛亲近些，他都会生气。现在我要和少琛举行婚礼了，十里却仿佛毫不在意。对，一定是之前得到的教训，知道悔改了。苏团，饭店那边让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要来，不然以后我是不会跟你结婚的。十里同学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我和家人告个别。不需要了。哎呀，咱们孩子长得真帅啊！哎，真精神呐啊！哎呀，你看，一家人真是般配。怎么感觉有点心慌？十里应该还在来的路上。老宋，哎呦，哎呀，恭喜呀！哎呀，少琛考上了学院，又娶了我们大院最漂亮的姑娘，你们可有福了。是啊，今天算是双喜临门吧。哎呀，少琛聪明，哎，这边请，这边请。性格又好，韵仪呀就喜欢我们家少琛。哎，对了，别客气啊，今天中午多喝2杯啊。都说明是啊，婚礼都是十里，为了配合少琛的治疗，我才勉强答应。
十里的父母现在这样有些过了。怎么没见表哥呀？他不是说要来看我和姐姐的婚礼吗？表哥是不是真的生气了？早知道那天我就应该跪下给他道歉。不懂感恩的家伙，我怎么生这样一个儿子？他连少臣1/1000都不如。实力也太不懂事了，表弟结婚都不来。以前欺负少臣就不说了，少臣大度不计较，前几天差点把少臣给害死，今天要摆脸色给谁看？回去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可能表哥真的喜欢姐姐吧，但我真的没有想把姐姐抢走的意思。我只是想完成一个能结婚的心愿，结完婚之后我就把姐姐还给他。如果表哥真的生气，那我们就不办了。是这个逆子，他格局怎么这么小啊？真该死！少臣，你别怕，回去饿他3天不吃饭，看他还敢不敢作妖。少臣，你别怕，回去饿他3天不吃饭，看他还敢不敢作妖。哎，姐姐，你怎么会用这种眼光看我？我去接个人。十里，不要再闹了，大家都在等你。这个家我不要了，苏云逸再也不见。十里肯定在跟我开玩笑，他不会走的。为什么整个家都没有十里的痕迹了？这个是十里从小到大的心事，一直藏着的陶罐，怎么会？这个是他最珍贵的东西。十里，你真的走了吗？我跟少晨只是假结婚，我只是满足他的心愿而已。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抛弃十里，他为什么要走啊？我跟少晨只是假结婚，我只是满足他的心愿而已。我从来没有说过要抛弃十里，他为什么要走啊？十里，我一直知道你在暗恋我。跟我回家吧，以后你不会再孤单，我会保护你。十里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你爸妈找到我，让我劝你把读书的名额让给少晨。我当时只是想找一个合适的结婚借口，才鬼使神差的答应了交婚。我想着你的成绩那么好，就算明年再高考还是能有好成绩的，到时候就可以堵住所有人的嘴，我们就可以正大光明的在一起了呀。十里肯定还没有走远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警卫员，通知所有人搜索汽车站和火车站，一定要找到宋十里。是，团长。你知道随意动用大院的力量是什么后果吗？你这叫乱用职权，你团长还想不想当了？我已经撤销了你的命令。谢谢爸。你这是何必呢？十里应该去读书了，
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不是半个月后才到吗？谁告诉你他去了那里啊？他报的是国防大学。不知道你在难过什么？人在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，现在人家走了，你装深情给谁看呢？人在面前的时候你不知道珍惜，现在人家走了，你装深情给谁看呢？十里的离开，难道不是被你们逼走的吗？十里是个好孩子，你们怎么对待他的，我都看到眼里。我和他提过，我会对他有帮助，但是他的性格也倔强，他对他的父母和你都抱有期待。要我说呀，他早就该离开你们，换作是我，早走了。姐姐，你还记得11岁那年，在梧桐树下，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你还记得当时的承诺吗？苏云怡，少晨以为你不要他了，在饭店发狂。他发狂关我什么事？你心里面就只有罗少晨，其他儿子去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不关心十里？他可是我亲生儿子啊！十里去上大学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去上什么学？不是答应将读书名额让给少琛了吗？不对，学校通知书还有半个月才到。这孩子从小喜欢撒谎，就喜欢骗人。等他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。他上的是国防大学，不是清北。他上的是国防大学，不是清北。他凭什么上国防大学？那少琛怎么办？我们都已经对外宣布，很快就办升学宴了。这十里安的什么心？就见不得少琛好吗？行，你把他叫回来，无论如何得把这个名额让出来。走。少琛割腕自杀了，流了好多血。我的离开才导致少琛发病，我有责任。等少琛情况稳定些，我就和他摊牌，以后关于他的事情不会再插手，然后尽快找到十里，告诉他真相。以前十里说少琛的抑郁症是伪装的，并没有生病，是想要抢走他的东西。我一直都以为十里是无理取闹，嫉妒少琛而撒谎，现在看来，少琛确实有些异常。哼，那个野种现在估计已经气死了吧？爸妈被我抢走了，读书名额也让给了我，现在连未婚妻都不是他的。哼，虽然是假结婚，但只要我稍微一闹，那两个二傻子肯定会报，逼着姐姐跟我洞房。哎，就只要得到姐姐的身体，我还会怕她悔婚吗？我真的是太聪明了。这还是平时老实乖巧的洛少琛，原来这都是他的伪装。十里一直都在被他陷害。大姨，姐，你们来多久了？为什么骗我？大姨，我错了，刚才都是假的，都是我脑子里的幻觉。幻觉里我表哥他陷害我，你们都不要我了，连姐姐都不要我了。我哪做了东西？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！这些年你对十里做过什么？我会亲自调查清楚。如果这一切都是洛少琛自导自演，那十里该受了多大的委屈啊！原来这一切都是谎言，洛少琛就是个表里不一的。
这是在陆少琛房间暗格找到的。2月9号我生日，爸爸送我一双球鞋，我觉得很丑。为什么我要出生在那么贫穷的家庭？我希望爸爸赶紧去死。3月12号，爸爸终于死了，大家都以为他是因为救宋十里而死，其实是我把没了力气的爸爸推下去的。他死了，我就能用救命之恩进入宋家了，好开心！我既要在宋家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逼死宋十里。有他在，我永远不可能得到全部。好在大姨很心疼我，每一次陷害都成功，我真是太聪明了。原来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谎言。原来洛少琛的父亲不是救十里而死的，是被他的亲生儿子亲手杀死的。洛少琛，你真是个畜生！为了逼死野种，我故意将他推下楼，没想到那小子命大没有残废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也因此能与苏韵仪结婚。原来十里说的都是真的，原来他受了那么多的委屈。11岁那年，我看不惯宋叔叔、宋阿姨偏心洛少琛，把他带回家，发誓一辈子都要对他好。可是为什么我却像宋叔叔和宋阿姨一样，迷失在洛少琛的谎言里，忘了初心？是啊。少琛，韵仪，你干嘛？还是好好看看这个日记，才心疼你的好外甥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撒谎的，我是怕你们抛弃我，我才冤枉表哥的，我真的错了。求求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好好去孝敬你们，我求求你们。别等我们好惨呐！你这个白眼狼！十里，妈妈对不起你，这么久，我们都不知道你过得这么苦。为了一个白眼狼，我丢失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我这么做有错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我只不过想给自己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已。我有什么错？我告诉你，哪怕再重来一遍，我也会这么做。混账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错了，够了，够了！现在醒悟还有什么用？伤害已经造成。韵仪，你能帮我找到十里吗？这些年我们对不起他，我们会好好弥补他的。找到又有什么用？十里不会原谅我们的。他走的时候留了张纸条，他说他不要这个家了，也不要我了。不会的，十里是我们的孩子，他不会不要他的亲生父母的。十里已经被我们伤透了心，我都不敢想象他被我们无情对待时候的心情。云姨啊，拜托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到十里啊！洛少琛这个罪魁祸首，我一定把他送到监狱，让他这辈子都出不来。我想当面向十里道歉，母子没有隔夜的仇，我相信十里肯定会原谅我的。我一定会找到十里的。来到大学，才知道人外有人。有这个鉴定医，只感觉压力巨大。大家来自祖国各地，都是当地的学霸，都在拼命的学习知识，为了将来报效祖国。我被困在小小的阳台10多年，现在才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。
我已经离开了，他们一家4口应该过得挺幸福吧。宋同学，这是我的笔记。江同学，以后别来找我了。对不起，我现在只想安心学习，报效祖国，从未想过去谈一场恋爱。这不是江校花吗？怎么可能有人拒绝江校花呀？听说江校花来自京城，出自大家族，来学校时连校领导都亲自迎接，这可是一步登天的机会。嘿嘿，我长得也不差，为什么选的不是我？老宋，我看江校花又来找你了，我看要不就从了他吧。别瞎说，我跟江同学没什么。自从在图书馆相遇，江以宁就一直有意的接近我。虽然只是讨论中医，不过也让大家都以为江以宁在追求我。老宋，以后我们解密专业啊，就要面临险峻的环境。我们要作为隐形人，那些情情爱爱啊，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奢望。你做的对。现在我们国家对外形势艰难，我们作为国家重点培养的特殊人才，全力报效国家是我们的责任。老宋，你觉悟真高啊！但是你不能拒绝到千里之外啊！江同学可是我们解密专业的天才啊！解密课还没有开，他都已经了如指掌。以后有他的帮助呀，你的成绩会有大大提高。算了，走得太近，对江同学的名声也不好。对了，这月生活补助下来了，我帮你领了。选择国防大学果然没错，不仅不需要学费，学校还发生活补助，10块钱对我来说算是一笔巨款了。我是你的未婚妻，我的是凤配，你的是龙配，这玉佩本来是一对。江同学，我希望你注意影响。我们来国防大学是来学习，报效祖国和人民，不是来谈情说爱的。更何况我们以前从不认识，就更别提什么婚约了。国防大学禁止谈恋爱，如果不组织交易，总编马上就被教导员叫去谈话了。放在几年前，江以宁这种大胆做法，恐怕会被当作女流氓。我知道这样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，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真相。这玉佩本身是成双成对，由我父亲和我父亲的一位故人保管。他们当年约定，如果对方生的是一男一女，便结为亲家；如果是同姓，便是兄弟。但是因为特殊原因，父亲当年的故交被劳改，不知所踪。牛棚先生，牛棚先生？对，这枚玉佩是牛棚先生给我的，因为他被关在牛棚好几年，所以人们都叫他牛棚先生。但是我并不是他的儿子，我只是他的学生，所以要是我知道这枚玉佩有这样的含义的话，当初我肯定就不会收下了。叔叔，你怎么了？我生病了，孩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被家人赶出门了。和我一样，都是可怜人。叔叔，我给你去叫医生吧。没有人会来。孩子，你想帮叔叔吗？我愿意。好孩子，过来。
我跟你说几种草药，你去后山帮我采来。孩子，孩子，你摔伤了。有株草药长在陡坡上，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心善坚韧，孩子，你救了叔叔的命，你可愿意拜我为师？师傅，当时我被洛少臣诬陷，大马打了我一顿，把我赶出家门。那时候只想着自己有了师傅，就有了一个依靠。没想到师傅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比高中老师都懂，什么知识都研究得十分深入，教学水平也极高。虽然最初是因为玉佩的原因接近，但是只有你特立独行的气质与众不同，眼神中除了坚定的革命信念，还有一抹淡淡的忧伤，像是一个无尽的深渊，只要靠近就会沦陷。这才是我挑明婚约的真实。这么多年，我父亲一直没有忘记当年的承诺，但是因为一直没有那位故人的下落，就担心找不到那个龙佩。我也不想随便和一个陌生人结婚，我就报考了国防大学。没想到缘分这么奇妙，既然牛棚先生把玉佩交给你，那就是想让你履行婚约。这枚玉佩你收下吧，但至于婚约，就算了。难怪当时师傅把玉佩交给我的时候神色莫名，原来这玉佩居然是定情信。师傅教我知识改变命运，要好好学习，时刻保持一个善良的心，坚定为国效力的心。所以，我没有资格，也不会去接受婚约。我改变主意了，我想要履行婚约。师傅，师傅，我考上了，我考上大学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师傅，师傅！你把读书的名额让给你表弟吧。那一天，我失去了唯一关心自己的长辈，也失去了我的人生导师。师父生前十分艰苦，身体力行告诉我一个道理，是没有困难能达到他的。所以，即便苏运仪和父母给我带来巨大的血荒，我也坚持将志愿改成国防大学，致力要为祖国奉献一生。我要好好学习，远离江阴。反正不着急，走吧。就是啊。哇！快！防啊！好球！啊！来，再来一个啊！好球！失恋。姐姐，这里是学校，注意影响。姐姐，我考上了，
我考上了。这里是大院，注意影响。石烈，你一声不吭就走了，你真的要跟我撇清关系吗？对不起。如果你是来帮洛少晨要回读书名额，对不起，木已成舟，我是不会让的。不是的，我就是想来看看你。既然看过了，那你现在就可以走。石烈，我们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这也是我想问的，不过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姐姐，这是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。祝你和洛少晨百年好合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我到现在都很感谢你给我带来的温暖和希望，所以请不要让我恨你。我真的要失去实力了吗？原以为彻底断情绝爱，却依旧会悲伤。我终究没有彻底放弃。说出来吧，心里会好受一点。10岁那年，我爸妈带回了表弟，从此以后，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而他对我的态度，也和以往的完全不一样。那你还爱他吗？不爱了。那就告诉他，斩断过去，才会有更好的未来。好好睡一觉，休息一下，明天会更好。老宗，你想啊，楼下有个美女，她是不是找你的？啊？下午什么打算？图书馆？去拿瓶水吧。老宋，楼下那个漂亮女孩又来了，在雨里站着，不知道在等谁。不值得。值得。你走之后，然后我调查了洛少晨，我找到了他的日记本，他的那些罪行都暴露了，他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么多年，是我们错怪了你。阿姨和叔叔也后悔了，想要当面向你道歉。感谢你为我做的那些事情，是你帮我熬过最冰冷的寒冬，也是你一点点让我失望。不要试图掩盖自己做过的事情，疤痕永远都在，不可能消失。苏韵仪，你已经不是我那个让我崇拜和爱慕的姐姐了。对不起，我请了1周的假，也只有1周能看你。我知道你不想被打扰，
我就默默看着，明天就走了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希望以后再也不要相见。诗丽，你不要离开我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深爱一个人，那就选择不打扰。我不会放弃实力，我会用自己的办法去赎罪，去弥补，用行动告诉实力，我还是曾经那个牵着他的手，告诉他不会孤单的邻家姐姐。他走了。啊，走了。江同学，以后我遇到难题可以向你请教吗？好呀。你怪我呀？啊，是谁说不让宋诗礼吃饭的？是谁每次就把最差的饭菜留给诗礼？是你听信了洛少琛的谎言，把诗礼赶到阳台，一住就是10年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都有错，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？难道诗礼就能回来了？我们再去求求云姨吧，她一定找到了诗礼的下落。好。云姨啊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诗礼了？你给叔叔说实话吧！啊，是啊，云姨，就算阿姨求你了。你们也是伤害诗礼的凶手，应该得到惩罚。阿姨给你跪下了，你就把诗礼的位置告诉我们吧。起来，老婆，别以为你不说，我们就找不到诗礼。回家。要不是我爸看到我疯狂找诗礼一直消沉，只能去联系他在国防大学的好友，要不然我根本找不到诗礼。姐姐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有什么资格求我？姐姐，我求你了，我错了。看在我喜欢你这么多年的份上，求求你，求求宋叔叔和阿姨，他们每天都要打我，我受不了了。我现在在整个院里已经名声尽臭了，我现在出去工作都没人要我。你应该庆幸叔叔阿姨折磨你，没有把你送到监狱。你的余生要好好来弥补失忆。还有，不要再说你喜欢我，不然我就将被惩罚你。因为现在的你真的让我很恶心。这样，谢谢啊。这是最新的学习资料，现在国外已经全面使用计算机进行解密了，我们也得赶紧赶上。是这样，思想还是太狭隘，一味的作风未必，在学校里并不可怕。大学生思想开放，不断的在迎接新的思想浪潮，校园里情侣出没。前几天指导员在生活会上，也只是让大家注意分寸，没有阻拦。
新的生活，新的朋友，真好。进。宋同学坐。宋十里，毕业成绩年级第一，是这一届最优秀的学生代表。在校期间发表论文5篇，均引起很大影响，对我们国家的国防信息安全提供了不小的帮助。校长对你非常满意，认为你的一些专业能力已经超过了老师。这次叫你来呢，是国家为了建设大西北，号召所有的大学生前往大西北支援建设。我们国防大学解密专业也在其中，只不过不走寻常路，而是在西北成立研发中心，秘密进行计算机密码破解研究。江以宁说的都是真的，研发中心将会以我们解密专业为主，这是一个报效祖国、施展自己才华的最好机会。这是一个极其隐秘的任务，关系到未来现代化作战，国外敌对势力视我们为眼中钉，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搞破坏，所以这也是危险极高的任务。宋十里，你愿意接受这件艰巨的任务吗？我愿意。好，坐下吧，别这么激动。这次经过学校商议，让你担当领队，带领我们同学进入西北研发中心，让我们国家的国防信息安全提升一个新的台阶。保证完成任务。3天后出发。十里，你好好准备一下。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3年前，为了能够带队执行任务，放弃了多次提拔，现在终于有了这个机会，我要重新站在他面前，做那个保护他的姐姐，告诉他，我一直没有改变过。这里。刚才指导员叫你过去，是不是让你去西北研发中心啊？保密。你别忘了，当初是谁提前告诉你西北要建设研发中心的？你还瞒我。好了，这次我也会去支援大西北，加入西北研发中心的。你告诉我，不算违反保密条例。你也去？这几年大学的相处，我知道江以宁的身份不简单，京城大家族的孩子会冒险去执行危险。我加入国防大学就是想为祖国奉献自己的一生，你惊讶什么呀？可是你家人会支持吗？当然了，没有家人的支持，一直以来我怎么能拿到最新的资料呢？我还以为等你毕业了，你就要回京城继承家业了。我可不是什么大家族的大小姐，是我爷爷为国家做出一些贡献，才认识一些老人的。看来以后我们就要并肩作战了。为了祖国的未来，一起拼搏吧！宋领队，距离我们最终的目的地还有50公里，我们晚上可以好好休息了。后面的车队跟上了吗？目前后面车队一切正常。没想到我们这次这么顺利啊！要不是我们停车整顿，我们昨天就到了。恐怕这一路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顺。啥？我看这不是风平浪静的吗？苏团，有不明意图车队正在快速接近，马上突破警戒圈。我们的人鸣枪示警，他们没有理睬。让护送人员停车休整，通知我们的人，等他们进入警戒圈后，立即开火，务必全歼。是。十里，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，不让你受一点伤害。怎么了？后面车队好像出了问题，我们等他们修理完再走吧。正好，我要去上个厕所。走吧。喝点水吧。没想到西北的情况比我想象中还要恶劣。现在我才体会到书上的描写远不如真实的感受。在学校，我以为我们所受的锻炼已经足够艰苦了，但没想到眼前的环境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恶劣。有敌人！应该是护送我们的特战旅和袭击的敌人发生了战斗，手榴弹都用上了，说明战况比较激烈。我们要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。宋领队，你带着江同学先躲在车里，如果敌人冲过来，一定保护自己的安全。开！
我们可不是温室的花朵，锻炼了4年，就是为现在的情况做好准备。如果敌人冲上来，那就说明护卫队吃了败仗，到时候我们只能拿命相抵。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我们建设研究中心，不会给我们活口的。我们真的不会遇到袭击了吧？给。大家都准备好，只要有敌人出现，马上开枪。我们不会真的要战斗了吧？宋领队和江同学，你们一点都不像刚毕业的，反而像是真正的战士。不惧死亡，自然也就不怕牛鬼蛇神。从我们接受任务的那一刻起，我们的生命就已经是国家的了。应该没事了。虽然我们在学校训练过战斗，但遇到实战还是真的会紧张。好了，没事就好。毕竟我们的专长也不是战斗，而是在那些看不见的战场上，用我们的知识和敌人搏斗。也不知道保护我们的护卫队怎么样了。希望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吧。苏团，我带你去医院吧。不行，任务还没有完成。虽然已经把敌人打散了，但是还有漏网之鱼，绝对不能让任何敌人突破我们的防线，伤害到我们要护送的同学。这次的袭击不一样，强度是我们一路以来遇到的袭击好几倍，人数甚至超过了我们。这么大规模的调动，应该是他们最后一战。不能放松，只有真正的完成任务，到达目的地，才算真的完成。通知我们的人，地毯式去搜索敌人。接下来的道路不会太危险，但是团长，你的伤不处理好的话，恐怕会有后患的。让随队的医生处理一下，到达目的地了再处理。现在医生才是最忙的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姐姐又保护了你一次，你放心，不会有人伤害得到你。宋领队吗？是我。欢迎，我是研发中心的张建军。你在研发中心有什么需求，都可以来找我。张，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，多多指教。你们是我们急需的人才，为你们解决后顾之忧，在研发中心好好工作，是我应做的职务。一路辛苦，住所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我先带你们去休息。不用了，我们可以马上投入工作。对，我们不累。对，我们不累，我马上就要熟悉工作。好，我带你们先去参观一下我们中心。我们中心因为是保密机构，没有任何的牌匾，也没有任何的标识。我们这里进出需要经过3重验证。好，那我带你们进去看看。团长，我们出发时200人满编，现在还有120人保持战斗力，46人牺牲，剩下的伤员已经全部转入医院。收好牺牲战士的遗骸，我会为他们申请进入烈士陵园。这边呢，就是以后你们办公的地方。宋队，我看你这表情，似乎对我们中心不太满意啊。恕我直言，张政委，这中心的设备似乎老旧了些。老旧？这些设备都是国内目前最先进的设备啊！切，还嫌我们的设备落后，口气不小啊你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国外的专家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们宋领队可是我们国防大学的优秀毕业生，你凭什么瞧不起他？哼，看不起？不是他先瞧不起我们的设备吗？如果我刚才的话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话，我向你道歉。但我看你操作的286机，虽然是国内量产的最快电脑，但是国科院已经有了下一代的386样机，所以我想，既然我们是研究中心，肯定是要以最先进的设备为。既然我们是研究中心，肯定是要以最先进的设备为主。什么？286的下一代机386吗？真的有了吗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如果你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去问一下。我去打电话啊！打电话。宋领队，你别介意，
我们中心的科员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们有什么直说，没有任何坏心思。以后你就知道了。理解，但我现在还有些别的想法。我打算给上面写一封申请书，把我们中心的设备都更新一下，拥有更高的算力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国防安全信息提升到新的一个台阶。好，不愧是国防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我现在带你去你的办公室。好，老宋，你这次真给我们国防大学长脸啊！简简单单的3个月就获得了国家奖励，以后我还要跟着你混。这段时间你不是一直都跟着我混吗？哎，这回我是彻底服气了啊！你在咱们中心那绝对是第一档的，称呼上一声专家呀，绝对不为过。十里值得这个荣誉。同志们好，今天我要宣布一个好事。宋十里同志，恭喜你！基于你在西北研究中心的贡献，中心领导申请上级领导批准，给你颁发了荣誉1等功，同时也晋升你为西北研究中心的小组长。恭喜你，宋组长！哎呀，恭喜宋组长！感谢国家授予的荣誉，十里一定会更加努力，为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。你小子，中心领导现在特别器重你，希望你带领你的团队帮助国家，把信息建设做到更高一层。我一定会尽自己的努力。快让我们看看大功臣的奖状，沾沾喜气。我什么时候能获得1等功啊？哎，就你呀，就你的技术，下辈子你也好不到哪去。来了3个月了，终于有时间出来放松一下了。我已经在着手研究我们国家的第2代通讯系统，一旦成功，我们就不用再忍受国外的技术封锁了。好了，今天可是难得的休息日，你就别惦记工作了。你别忘了，就是因为你太投入工作，张才强行要求你休息放松一下的。好吧，我这一时还没来得及转换身份。走，今天啊，我带你去尝尝西北的美食。你这个大小姐真是受苦了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我才不是什么大小姐呢。如果不是我辜负了十里，现在站在十里身边的应该是我吧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，总觉得有人在看着我。我们宋组长可是国防大学的校草，吸引一下怀春少女的心，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敢取笑我？走，我们去吃东西。这个木头总算开窍了。一凡，你快看看3号通讯站，是不是丢失了信号？3号通讯站应该是出了问题，连接不上了。看来是暴雨导致的，我去看看。老宋，现在外面暴雨太大了，你现在出去太危险了，还是等雨停了吧。损失一个通讯站，就说明我们的信息安全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。要是被国外势力发现的话，我们国家的信息就会面临泄露的风险。你别拦着我，我和你一起去。算我一个。一凡，别闹了，你必须得留在这里。只要恢复通讯，你就马上连接信号，恢复防御网。还有你，江一鸣，你也要留在这里。我没胡闹，这里除了你，只有我最了解通讯站。我们一起去。就是因为你了解通讯站，所以我们才不能一起过去。要是我在路上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这里就只能交给你了。十里，江以宁，我以组长的身份命令你留在这里。好了，我陪老宋去。江以宁，放心，我一定把老宋安全的带回来。交给你。你一定要回来。我保证。
还好来得及时，及时把被暴雨冲走的零件更换，不然的话，我们整个通讯站的设备都会被毁掉的。你先在这里待着，防止雨水把部件给冲走。我先回去取一些备用的部件过来，拿着。不行，我要和你一起行动，一个人太危险了，万一出点意外怎么办？这是命令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快去吧，老宋。没想到我居然会死在这里。这个山洞隐藏在山脊的背面，想要被发现几乎不可能。尹宁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我，看来这次我是凶多吉少了。师父教过我，不到最后一刻不能放弃。死之前会看到自己的一生，我这一生和风不断了关系，和自己要守护的姐姐断绝情爱，唯一牵挂的也就只有尹宁了。我明白你对我的情谊，不过看来这辈子我只能辜负你了。谢谢你，请问你是？好了，你别说话了。你失踪了3天，整个基地的人都在找你。坚持一下。你醒了，慢点。谢谢。怎么样？你饿不饿？我给你煮了稀饭。老宋，你吓死我了！我差一点就给江以宁以死谢罪了。好，我走，给你们留点空间。我自己来吧。听话。你出事以后，张动员了研究中心所有人都外出找你。第2天，张就向自己领导申请，把能动员的人全动员出来找你。最后还是特战旅的人找到了你。特战旅是送我们来的部队吗？对，他们把你送回基地之后，就留下来转为防御部队，继续保护我们。等我好些了，我要去感谢救我的人。我也要谢谢他们，救了我最在意的人。什么？我没听清。你呀，没想到不到3年就把通讯系统升级成为第2代了。国家给予你个人特等功，又给你1级勋章，授予你们小组团体1等奖的奖励。另外，中心领导决定升任你为中心副主任，你现在可是整个基地最年轻的副主任了。感谢国家对我的认可，这都是我的本职工作。好，给你们放1天假，今天你们就好好休息，不要阳奉阴违啊。是。好。没想到啊，我也有机会获得1等奖，虽然是团体1等奖吧，也是1等奖不是？感谢组长，哦不对，应该是感谢主任，能够让我们拿到1等奖。帅。哎，小宋来了，走。
今天咱们俩畅饮几杯。哎呦，我这酒量可一般啊！哎，今天量力而行。吃口菜。哎，慢点喝，慢点。十里啊，这次你开发出第2代通讯系统，马上就要离开这个戈壁滩了，去更高更远的地方。跟你共事4年，我还真舍不得你啊。这些年多亏了你的照顾，你永远是我的好大哥。来，来。十里，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们被敌人攻击的次数也不少，我们这3年多就被袭击了70多次，虽然都被成功阻拦，但是我们也牺牲了很多同志。好在我们成功了，不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，而且还完成了任务。你也可以去更高的舞台，完成更艰巨的任务。本来我不想说的，但是你马上要离开了，我也就不瞒着了。这次保护任务的特战旅损失了将近200名同志。敬他们。你应该和苏团长很熟悉吧？苏团长？不会吧？苏运仪应该还在区大院吧？苏运仪，苏团长，有一次你掉到山洞里，他为了你3天不眠不休，在山洞里找到了你，腿还受伤了。之前你在主持第2代通讯系统研究的时候，敌人一直在袭击你，他为了你3次中弹，其中有1次心脏差点中弹，现在他又离开了。我已经不再是曾经的天真少年，但是想到苏玉仪为我受了这么多伤，我还是无法自制的难过。苏团长来的时候就警告我，不要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。但是你现在要走了，他还丢了1只手，所以我没办法不告诉你了。什么？他失去了1只手？在最近保护你的任务当中，敌人使用了炸弹，在搏斗当中炸弹引爆了，他失去了1只左手。为什么？3年多了，他为什么不来找我？苏运仪，苏团，要不要调走？走吧。3年来，无数次看到你在实验室忙碌的背影，想要上去陪伴，可一想到做过太多伤害你的事情，我就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。真正爱一个人，那就选择不打扰。何况以我现在的样子，怎么配得上你？10年，你应该值得更好的伴侣。你明明就在车上，苏运仪，你为什么不来见我？你没告诉我你来过，也没告诉过我你离开。姐姐，我原谅你了。这就是宋十里宋学长，我们国家最出色的解密专家，我的偶像，好帅哦！听说这次是校长极力邀请，才请了宋学长给我们演讲。要是限制人数，礼堂恐怕要被挤爆了。
宋学长还不到40岁吧，已经是首席专家了。听说开放的第4代国防信息安全技术，直接吊打国外那些专家，简直是我们的国之重器啊！尊敬的各位领导，亲爱的同志们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宋十里。首先，非常荣幸能够回到母校，给大家分享一点我的小心得。走，回吧。走吧。真是学习。周校长，好一句少年强则国强。改革开放10多年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你一直扎根荒漠深处，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。这一次回来，要好好休息，看一看我们国家的大好河山。校长，这次我才刚回来，你就让我来学校演讲。我还是喜欢待在研究院里。国家的第4代信息安全技术马上就要研究成功了，我是真不想离开第一线啊。你们领导呀，特殊交代我，这一次出来要多活动活动。下一周跟我一起到大会堂参加国奖颁奖。这一次呀，1等奖可是非你莫属。好，接下来几天打算去哪儿？要不要我安排领你在学校周围转转？你离开10年，这里变化很大呀。谢谢校长，不过我打算回家一趟。也好，回去休息2天，下周过来，我们一起上京。好。是回招待所吗？回云县。回家乡？对。是。当年知道苏云逸离开后，我给他的部队打电话询，部队的人说他退伍了，应该是回到了苏家。这次组织强令我休假，回去看看他。曾经的恩怨情仇，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了，是时候回去了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早就把生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。当年苏运仪为了我牺牲了这么多，我要回去当面谢谢他。这么多年，没想到这里还是和从前一样。十里，你回来了。赵叔，来这儿喝口茶。赵叔，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当年你出去读书的时候，你爸妈一直在找你，你妈妈整天以泪洗面，人都苍老了。后来啊，他们就搬走了，我把这儿都买下来了。那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，他们一直什么都没有说。当时骆少琛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那个人面兽心的东西欺骗了大家，不过他们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最后他得了抑郁症，自杀了。当初我恨过骆少琛，我以为我听到骆少琛的下场会很痛苦，会解恨，但是现在我却感到了释然。你知道吗？当初骆少琛的爸爸救了你，但是骆少琛爸爸并没有死，他的死是骆少琛造成的。哎呀，老宋也是被骆少琛给骗了，没想到这么小的孩子心机都这么深呀。当时苏运仪去国防大学找我，只是简单的说骆少琛受到了惩罚，这些细节都没告诉我。原来当初我背负的报应都是笑话，这都是骆少琛的阴谋。对呀，骆少琛把他爸推下水，就是为了进你家过上一个好生活，真是狠毒呀！小小年纪就敢弑父，不过他暴露以后，被你爸妈整天待在家里，最后也跳河了，也算是一报还一报。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就算他们已经知道后悔了，也弥补不了他们那些年对我造成的伤害。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也没资格说什么。不过你爸妈也算是付出了代价，毕竟是你父母，有生育之恩，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肯原谅他们吗？无所谓原不原谅吧，现在我对他们的感情只是接近陌生人。最年轻的，哎呀，当初你和苏团长要不是被骆少琛破坏，现在应该都在一起了吧？对了，赵叔，苏叔叔在哪儿？你不知道，苏建国已经被调走了，早就离开这里了。
十里，晚上一块吃饭吧，我叫县大队领导给你接风。不用了，我这次时间很紧，就不打扰大院领导了。谢谢赵处啊，我马上就要走了。好吧，你在这儿待一会儿，有事叫说。本以为回来可以见到故人，没想到都走了。姐姐应该也跟着苏叔叔走了吧？那几年，只有苏叔叔对我最好，不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了。等下次回来休假的时候，再来看看你吧。喂，十里，喂，宁宁，放假去哪儿了？也不回来啊？我回趟老家看看。他在吗？我问过了，他不在。他应该跟着苏叔叔调走了吧？我爸妈也不在了，不知道搬去了哪。那要不要我找人帮忙问问？不用了，这次休假只有1周，时间也来不及。儿子都想你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来，喊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我想你了。好，我马上回家。儿子，等着爸爸啊！乖。请指示。回家看老婆孩子。是。十里，看到你幸福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不起，我隐瞒了你，但是我不想让你分心。你的未来一片光明，我能做的就只有默默守护着你，我就满足。苏丫头，你说你何必呢？还是要感谢赵叔替我隐瞒这件事情。十里父母当初虐待洛少琛的时候，让他患了严重的抑郁症。那5年前，他把他父母杀了，利用建国的关系把他压了下去，也是不想让他伤心吗？十里是国家的栋梁，我不想他因为这件事情分心。他当初离开的时候说不想要这个家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再让家人再影响了他。你和建国一直留在这里，不是也想等十里出现吗？十里出现了，你又不想见他，哎呀，叔老了，也不知道你们年轻人是怎么想的。还是要拜托赵叔，以后不要告诉十里这件事情。好。我也不知道在等些什么，但是就这么等着才会让我心安。十里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但是我却没有勇气见你，我只能暗暗地看着你，就像戈壁滩一样默默地守护着你。以前是没有脸见你，现在是没有勇气见你，我只要在暗处默默守护着你就足够了。叔叔阿姨，我来看你了。十里今天回来了，我没有告诉他你们的事情，你们不会生气吧？毕竟是我们做错事情，就应该付出代价。或许这就是上天的旨意。十里过得很好，你们不用担心。虽然你们已经走了，但是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才是最绝望的。我也因为我的行为付出了自己的代价。十里现在过得很幸福，有一个漂亮的妻子，还有个可爱的儿子。我多想回到以前，如果当时我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，始终的去信任他，保护他，现在站在他身边的人就应该是我了。我们应该也会有个可爱的儿子吧。这辈子没能成为你们的儿媳妇，下辈子十里出生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，被逼着把所有的好东西都让给他们，一次让，一辈子都要让，他该有多绝望，才会消除性命，隐姓埋名一辈子，
这辈子都不想要联系了。他该有多绝望才会做出这个决定？石里如果不强然离开，应该会被逼死吧。石里，你离开后，我才肯定我对你的感情。可是伤害已经造成了，我想明白以后，我已经把你弄丢了。希望石里永远幸福。我想，你们也是这样想的，对吧？姐姐，今天是我的17岁生日，我想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如果当初答应了，结果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惜没如果。我大概只能活在无尽的懊悔中，直到生命结束。石里，再见。刚睡着，别弄醒了，弄醒你自己哄啊。我和宁宁30多岁才结婚，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等我，而我这些年一直在外面工作，也没有时间陪她。谢谢老婆，你辛苦了。多回来陪陪儿子，工作再忙也要抽出时间。好，我绝对不会让儿子经历我小时候的苦难。这次回去见到爸妈了吗？他们搬走了，我也不想找他们了，见面只会烦恼。再怎么说也都是自己爸妈，想想办法总能找到的。那见到苏团长了吗？没有，苏叔叔已经被调走了，他应该也跟着苏叔叔走了吧。算了，这些年他都一直躲着我，不想见我，我也想开了，又何必去强求见面呢？现在啊，我有一个美满的家庭，我只希望能和祖国一样，一步一步繁荣昌盛。我这辈子都奉献给了祖国的信息安全事业，剩下的就是跟你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了。